妈，今天的菜又有苦瓜。相信很多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里，都少不了一盘被大人强行夹到碗里的炒苦瓜。那时候，我们皱着眉头，捏着鼻子，试图用一口白饭碾压掉那股令人窒息的苦味。在孩子们的食物黑名单上，苦瓜常年稳居前3，和香菜、折耳根并称为餐桌3巨头。然而，风水轮流转，20年后，苦瓜在养生界的地位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反转。曾经让我们避之不及的苦孩子，如今摇身一变成了中老年人朋友圈里的降糖明星，健身减脂圈的低卡尖子生。在各大社交平台上，苦瓜汁、苦瓜粉、苦瓜胶囊被冠以植物胰岛素、天然降糖药的响亮名号，甚至有人说，吃一根苦瓜，血糖稳1天，真的假的？作为食物，苦瓜确实营养不俗，但作为药物，它真的能担得起降血糖这3个字吗？我们吃了这么多年的苦瓜，到底是在养生，还是在自我感动？今天，我们就结合食物成分表的权威数据以及国内外医学研究，把苦瓜这层神秘面纱彻底撕开，告诉你它到底厉害在哪儿，又有哪些被吹上了天的神话其实站不住脚。在揭晓降血糖的真相之前，我们先得承认，苦瓜作为蔬菜，确实是一员实力派猛将。如果蔬菜界有学年成绩单，苦瓜绝对称得上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等生。先上数据，根据食物成分表第6版，每100克苦瓜可食部的热量仅为22千卡。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几个直观的对比。樱桃、番茄、圣女果的热量约为29千卡每100克，你没看错，苦瓜比圣女果热量还低。黄瓜的热量约16千卡每100克，苦瓜也只比黄瓜高了区6千卡。相比之下，一碗白米饭约200克的热量高达232千卡，一根中等大小约250克的苦瓜热量仅为55千卡，相当于不到1/4碗米饭。更重要的是，苦瓜的含水量高达 93.4%， 这意味着你吃掉一整根苦瓜的同时，也往身体里灌了将近半杯水。对于夏季消暑、想要控制体重或者正在减脂的朋友，苦瓜堪称毫无负担的蔬菜天花板。一句话总结，当你吃一根苦瓜时，摄入的能量极低，却能获得满满的饱腹感和水分，是名副其实的大口吃不长肉模范生。一提到补维生素 C， 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柠檬、橙子、猕猴桃。但如果我跟你说，苦瓜的 VC 含量能秒杀一大批水果，你敢信？数据说话，每100克苦瓜鲜样中维生素 C 含量为56毫克，对比一下，柠檬22毫克每100克。苦瓜的 VC 含量大约是柠檬的 2.5 倍，苹果4毫克每100克，苦瓜的 VC 含量约是苹果的14倍，橙子33毫克每100克，苦瓜完胜，猕猴桃62毫克每100克，苦瓜略低，但已经非常接近了。你想想，平时一个苹果就要好几块钱，一根苦瓜才1-2块钱，补 VC 的成本相差了10倍不止。维生素 C 的作用不用多说，抗氧化、防衰老，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增强免疫力，帮助铁的吸收。对于不爱吃水果或者想省钱养生的人来说，苦瓜简直是被低估的 VC 宝藏。每100克苦瓜中含有 1.5 克以上的膳食纤维。虽然这个数值不是蔬菜里最高的，比如芹菜净约 1.6 克，豆角约 2.5 克，但它胜在苦瓜皮薄肉厚，你通常能比较轻松地吃下大量苦瓜，这意味着摄入的膳食纤维总量容易达标。膳食纤维在体内的作用非常硬核，延缓胃排空，让你吃一点就饱，饱了就持久，不容易吃多，减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使餐后血糖的上升曲线趋于平缓。这一点对于关注血糖的人而言意义重大，我们下文会详细讲。促进肠道蠕动，缓解便秘，堪称肠道清道夫。
除了 VC 和膳食纤维，苦瓜在矿物质方面也不算弱。每100克苦瓜含钾256毫克，这个含量什么水平？香蕉是256毫克每100克，也就是说，苦瓜的钾含量和香蕉一模一样。钾是维持心肌正常功能、稳定血压、预防中暑的重要电解质。夏天出汗多，吃一盘凉拌苦瓜，补钾效果很好，每18毫克，有助放松神经，改善睡眠质量。钙14毫克，虽然在蔬菜里不算高，但胜在草酸含量相对其他深绿色蔬菜偏低，钙的生物利用率尚可，所以光看营养素这一项，苦瓜就足以让它在蔬菜界挺直腰板。但问题来了，这些营养素里有没有一种神秘力量能直接撼动血糖呢？这是本文最核心、最关键的一块。请每一个买过苦瓜粉、喝过苦瓜汁，或者给家里糖尿病人安利过苦瓜的朋友，一定认真看。苦瓜降血糖的传说最早来源于一个真实的科学发现。科学家从苦瓜中提取出了一种叫做苦瓜素，也叫苦瓜苷 charantin， 即苦瓜皂苷和一种类似胰岛素的多肽 P 胰岛素 polypeptide DAP 植物胰岛素。实验研究发现，在实验室环境下，试管、动物模型这些提取物确实能表现出一定的降血糖活性，特别是那个 P 胰岛素，它被发现能通过某种机制模拟胰岛素的作用，帮助细胞摄取葡萄糖。听起来是不是很硬核？但问题出在了剂量和方式上。一个普通人日常饮食吃进去的苦瓜，其中的活性物质浓度和实验室里用特殊工艺提取的纯化物根本不是一个量级。我们看几项代表性的研究数据。一项2019年发表在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上的系统综述与荟萃分析指出，虽然许多动物实验和部分小型人体试验显示了苦瓜及其制剂可能对血糖控制有积极影响，但研究之间存在高度抑制性，证据强度不一，而且实验用的苦瓜提取物剂量远远高于正常膳食摄入量。一项2023年的随机对照试验以2型糖尿病患者为对象，结果确实发现服用苦瓜提取物，剂量为每日1至2克的干燥提取物的小组，其空腹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 HbA1c 有一定程度下降。但请注意，实验用的不是一根苦瓜，而是高度浓缩的干提取物。还有研究表明，苦瓜对血糖的调节作用很可能是通过促进胰岛素分泌、提高胰岛素敏感性以及抑制肠道内葡萄糖的吸收等多种途径实现的。但关键是，这些效果在临床人体试验中并不一致，有些试验甚至没有观察到明显效果。我们算一笔简单的账，一根中等大小的苦瓜约250克，榨成汁或煮熟后，其中的苦瓜素 P 胰岛素的游离态有效含量非常有限，要达到实验中那种每日1至2克提取物的等效剂量，你恐怕得每天吃掉5至10斤苦瓜，而且还得是生吃，因为烹饪会破坏一部分活性成分。你试试看看自己能不能撑过3天。这里还有第二个坑，苦瓜中的很多活性物质，包括被认为有活性的肽类和多糖组分对热敏感。当你把苦瓜炒熟或煮熟后，这些成分的活性会显著下降，甚至完全丧失。那有人说了，我不炒，我生榨苦瓜汁喝，总能保留活性了吧？能保留活性，这没错，但生苦瓜性寒凉，大量长期饮用生苦瓜汁对脾胃功能差、本就体寒的中老年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刺激，轻则腹痛腹泻、胃部不适，重则诱发慢性胃肠道疾病。很多长期坚持苦瓜降糖法的老人，血糖没降多少，反而把自己喝进了消化科诊室。综合多家权威机构和学术论文的结论，我们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以下几点。第一，苦瓜不能替代降糖药物。目前没有任何权威医学指南，包括糖尿病防治指南，将苦瓜或任何单一食物列为糖尿病治疗方案。
胰岛素、二甲双胍、胰岛素促泌剂等药物，其降糖机制明确，剂量可控。经过大规模临床试验验证，苦瓜做不到。第二，作为日常蔬菜，苦瓜对控糖有辅助价值，这并不是否定苦瓜，而是要把它放到正确的位置上。一个高膳食纤维、低热量、富含维生素和矿物元素的身体友好型蔬菜，用它来替代一部分精米白面，比如吃饭时多吃一盘凉拌苦瓜，少吃几口米饭，从整体上降低一餐的升糖负荷 GL， 这才是苦瓜真正能够帮助控糖的科学路径。换句话说，苦瓜不是降糖药，但它是很好的换餐搭档。第三，绝对不要听信吃苦瓜能停药的偏方。网络上传言某某吃了3年苦瓜把胰岛素停掉了，99.9%是噱头或个例。糖尿病的管理核心在于规范化治疗加生活方式干预2条腿走路，而不是偏方替代药物。为了某种天然纯植物的宣传标签就擅自停药，结果往往导致血糖失控，并发症提前出现，得不偿失。你可能以为苦瓜生来就苦，是因为它欠收拾，但事实上，苦瓜的苦味来源于它体内的一种化学成分——葫芦丸型3苷类化合物，简称苦瓜苷、苦瓜素。这种物质是苦瓜的化学武器。在野生状态下，植物为了不让昆虫和动物啃食自己的果实和种子，进化出了合成毒素的能力。苦瓜越苦，说明它含有的苦瓜苷浓度越高，就越能抵御害虫的侵袭。也就是说，苦瓜之所以苦，是因为它不想被吃，结果人类偏偏爱上了这股找虐的滋味，还把它种遍了全球，真是命运的讽刺。有趣的一点是，苦瓜的苦味度和它的成熟度成反比，嫩苦瓜青，绿色最苦，半熟时白绿色略带苦味，完全成熟时金黄色，果肉开裂，露出红色甲种皮的苦瓜，不仅不苦，甚至有一种甘甜的味道。很多人一辈子只吃过青色嫩苦瓜，从没尝过成熟甜苦瓜。下次去菜市场，如果你看到金黄色的苦瓜，不妨买一个试试。世界和你认知的不太一样，剥开一个完全成熟的苦瓜，你会看到里面包裹种子的是鲜红色的，黏糊糊的组织。很多人洗苦瓜时会一勺挖掉这个部分，觉得它又软又黏，很恶心。但在东南亚许多国家，苦瓜成熟后那层红色甲种皮被认为是难得的甜品，它味道清甜，质地接近果冻或软柿，富含番茄红素和胡萝卜素。这就是为什么它是红色的。在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人们直接把熟苦瓜剖开，刮出红色的甲种皮和种子一起吃，或者加入甜点冰饮中。所以下次你在吃苦瓜时，先别急着把那团红红的籽囊扔掉，先尝一口，说不定会解锁你蔬菜观的一个全新版本。虽然苦瓜在中餐里深入人心，但它并不是中国的本土原生蔬菜。苦瓜原产于印度、东南亚和非洲的热带地区，大约在明代永乐年间。15世纪初，随着郑和下西洋和海上贸易的往来，苦瓜通过海路传入中国。有意思的是，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了苦瓜，说它苦寒、无毒、除邪热、解劳乏、清心明目。明代的时候，苦瓜在南方福建、广东已经比较普及，但在北方仍然是稀罕物，所以现在我们觉得苦瓜是亚洲菜，是传统中餐。其实在500多年前，它还是个洋蔬菜。前面讲了很多理论，最后我们来点最实际的，到底怎么处理、怎么烹饪，才能既最大化保留营养，又最大程度削弱苦味，让你吃得开心，吃得科学。很多人不爱吃苦瓜，99%的原因只有一个字：太苦。其实苦瓜的苦味大部分集中在表面的凹凸坑纹、内部的白色瓤层以及籽周围的薄膜。去苦味有3步走。第一步，选对苦瓜。苦瓜并非越绿越苦越好，
如果你是为了健康但不想要太重的苦味，挑选时选颜色偏白绿或淡绿色的，而不是深浓绿色的。选表皮瘤状凸起呈圆润饱满状的，而不是又尖又瘪的。饱满的说明水分充足，苦味相对淡。拿在手里掂一掂，选沉甸甸的。越轻的说明放老了，纤维化严重，口感差且更苦。第二步，刮瓤去膜。苦瓜对半剖开后，一定要用勺子或小刀彻底刮掉内部的白色海绵状瓤层以及所有包裹种子的絮状物。这层白瓤是苦味物质的大本营，刮得越干净，苦味越低。第三步，薄盐腌制加焯水，这是最有效的去苦大招。苦瓜切片后尽量切薄，约2至3毫米，撒上1小勺食盐，用手抓匀，静置腌5至10分钟。盐分会通过渗透作用把苦瓜细胞中的水分带出来，很多苦味物质会随着水分流失，腌出的绿汁倒掉。用清水漂洗一遍苦瓜片，然后烧一锅水，水开后放入苦瓜片，快速焯水30至60秒。焯水不仅能进一步脱苦，还能破坏残余的草酸，提升口感。捞出迅速过一下凉水，控干。小缺点提醒：上述方法中，盐、腌和焯水的过程会导致部分水溶性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的流失。焯水时间越长， VC 损失越多，但这是一个营养与口感的权衡。如果你不太在意苦味，可以缩短焯水时间甚至生拌，但大多数人更接受苦味更淡的版本。建议焯水时间控制在45秒以内，这样既去除了大部分苦味， VC 的损失也能控制在30%以内，仍然远高于炒熟。凉拌推荐指数5颗星。将去苦处理后的苦瓜片加入蒜末、生抽、香醋、1点香油、1点白糖，凉拌能最大程度保留维生素 C， 而且口感清脆爽口。夏天吃凉拌苦瓜，清热消暑，补钾补水，堪称完美搭配。急火快炒推荐指数4颗星，比如经典的苦瓜炒鸡蛋或苦瓜炒肉片，关键是大火快炒，时间控制在2至3分钟之内。大火快炒能锁住水分，减少营养流失，同时通过鸡蛋或肉的鲜味中和一部分苦味，苦瓜炒鸡蛋甚至是很多重度苦瓜恐惧症患者的入门菜。鸡蛋的香滑包裹着苦瓜的微苦，几乎尝不出太重的涩味。苦瓜酿肉推荐指数3颗星。做法：苦瓜切断去瓤，填入肉馅，上锅蒸或红烧。优点：口感层次丰富，荤素搭配，小孩子相对容易接受。缺点：蒸、炖时间较长，通常15至20分钟。长时间的高温烹饪会导致维生素 C 的损失较大，可能损失40%至50%以上，且肉馅会增加脂肪和热量摄入，不适合严格减脂的人。不建议的吃法：长期大量喝生苦瓜汁。前面已说，性寒伤胃，对肠胃刺激太大，偶尔喝一杯没问题，但别当成药来天天喝。苦瓜干、苦瓜粉当保健品。市面上的苦瓜提取物保健品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和监管规范，不同品牌的有效成分含量天差地别，且缺乏长期安全性验证。与其花高价买效果不确定的保健品，不如吃新鲜的苦瓜来得实在。脾胃虚寒者容易胃痛、拉肚子、手脚冰凉。风险：苦瓜性寒，会加重虚寒症状，建议一定要煮熟吃，搭配生姜、蒜、辣椒等温热食材，一次不超过100克。孕妇风险：传统医学认为苦瓜可能刺激子宫收缩，现代研究表明苦瓜种子提取物在动物实验中有一定的抗生育活性，建议孕妇避免大量食用或饮用苦瓜汁，偶尔少量食用无害，但不要将它作为常用菜肴大量吃。正在服用降血糖药物的糖尿病患者，风险：如果同时大量吃苦瓜，尤其提取物，
可能叠加药物作用导致低血糖风险。建议不要把苦瓜当成药来吃，监测血糖变化，如有异常及时咨询医生。低血糖人群风险同上，可能使血糖进一步降低，建议适量食用即可。不要空腹吃苦瓜或喝苦瓜汁，有肾结石风险的人，风险苦瓜含少量草酸，建议通过焯水可以去除大部分草酸，焯水可减少约30%至50%的草酸，不需要过度担心。梳理完苦瓜的前世今生，我们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论？苦瓜不是神，它只是一根普普通通的优秀蔬菜，它低热量、高 VC、高膳食纤维、富钾，营养全面，作为日常餐桌上一道健康又清爽的蔬菜，完全值得一个优。对于想要减脂、控血糖的人来说，它是一种非常优秀的餐盘置换选择。用一盘苦瓜代替一部分精致主食或高油高盐的菜，整餐的升糖负担和热量负担都会下降。但它不是药，它不能逆转糖尿病，更替代不了胰岛素或口服降糖药。在这个信息爆炸、人人都可以在网上发帖当专家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一副清醒的营养学眼睛，对待任何食物，既要看到它的好处，也要认清它的天花板。老老实实吃饭，踏踏实实控糖，把苦瓜请上餐桌，但别忘了把医生和药物留在治疗方案里，这才是真正的养生。所有内容仅供健康科普参考，不得作为诊断或治疗依据。如有健康问题，请务必咨询专业医生。